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这次我们来看看 Vulkan 的支持。这是个纯工程的事情，没什么故事，但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之前我们的系统是通过 D3D12 来执行 GPU 上的渲染和计算。虽然 Windows 上 D3D 更有保障，但其他平台就得靠 Vulkan。况且，很多时候 GPU 的新功能会先在 Vulkan 上提供，过6个月甚至几年才会到达 D3D。所以我们需要同时支持2个 API， 根据情况选适合的一个用。既然目标是抽象出来一个前端，支持 D3D12 和 Vulkan 2个后端，那首先得知道要做这件事情预期的麻烦在哪里。和其他 API 的抽象层有些不同的是，图形 API 的抽象层不但要熟悉 API 本身，还得处理 shader。虽然不同的图形 API 长得不一样，但其实主要也是熟悉不熟悉的问题，原理本身没区别，只要都熟悉了，就会觉得 API 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并不难抽象。而 shader 的问题则是困扰整个业界近20年。2000年代开始， D3D 有 HLSL，OpenGL 有 GLSL， 两者接近但不兼容，还因为 API 的竞争和一定的封闭性，一直没有个好的转换器。要用2个 API 的话就非常痛苦，代码都得写2遍。我曾经做过叫做 DXBC to GLSL 的库，希望能把 HLSL 编译产生的字节码 DXBC 反编译成 GLSL， 由此让用户只需要写一份 HLSL 的 shader。但因为编译成字节码的过程中，很多信息已经丢失了，甚至连数据类型都已经没有了。再加上 DXBC 本身不公开，这样产生出来的 GLSL 只能各种猜，存在不少兼容问题。后来 D3D 放弃原先的编译器，改用基于 LLVM 的全新编译器 DXC， 连字节码都是新的，叫 DXIL。 我在2017年初看到这个之后，就提出了一个想法。Vulkan 的 GLSL 编译器是用兼容于 LLVM 的方式把 GLSL 编译成 SPARE-V。 既然 DXIL 也是基于 LLVM 的，那么应该可以用同一个 HLSL 的前端，配合 DXIL 和 SPARE-V 2个后端，完美的把 HLSL 接入 D3D12 和 Vulkan。 巧的是，2个月后 Google 的一个团队宣布他们开始做 DXC 的 SPARE-V 支持，但因为 DXC 其实已经魔改了 LLVM， 已经不能像普通的 LLVM 那样添加后端了。最后他们改写了不少，总算完成了这个目的。 HLSL 可以很好的编译成 SPARE-V， 也成了 Vulkan 的 shader 语言之一。再后来 DXIL 宣布终结，未来的 D3D 也用 SPARE-V 了，给这场竞争画上了句号，以微软的弃疗告终。所以目前我们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反正用 DXC 就对了。下一步就是 API 的抽象架构。这种事情传统上都是用虚接口的方法，定义一个纯虚接口，具体实现派生字那个接口。但这种方式的缺点也很明显，用户只能用指针来访问每一个对象，这就很不自然了。另一种设计叫做 Pimple， 它的接口类只有一个成员，实现可以完全放在原文件。这个方法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好好发展，但它能自然的用对象，而不是用指针，对调用者来说方便很多，完全不用考虑内存所有权的事情。所以这几年我大量使用 Pimple 而不是虚接口来设计库。Pimple 原先的目的是隔离实现而已，要用来做抽象层，它也得跟虚接口配合。对外是 Pimple 的接口对象，对内是个虚接口，每一种 API 实现虚接口就行了。既然我们已经有 D3D12 的实现，那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把它重构成这样的架构，把 D3D12 特有的代码从接口里拿掉，接着就能实现 Vulkan 的部分了。这次我采取的方法是纯试错的路径，因为上层代码已经能在 D3D12 上跑，那就用它作为测试框架。Vulkan 里有 debug-util 这个扩展，可以指定一个处理错误的 callback。但凡 API 层发现调用错误、警告之类，都会进入这个 callback， 并告知错误的具体信息，这就极大方便了试错。
把代码片段和错误信息贴给 AI， 让 AI 改对就行了。就这样，很快能把大部分 Vulkan 的实现堆出来，而且代码结构和第三、第12非常相似，甚至内存分配器都能在上层完全共享。但有两处需要注意的，第一是 descriptor 的设计，虽然两个 API 都有 descriptor， 用来存放 shader 要访问的资源信息，但两者的设计逻辑很不相同。第三、第12的 descriptor 先是把资源信息放在表里，表的每一行都从0开始指令顺序，再把这个表放在 heap 上设置给 GPU 用。我现在的实现是每一个 shader stage 分配一行 SRV 的，一行 UAV 的，一行 sampler 的，然后每一个 C buffer 一行。不是最优，但用起来比较方便。Vulkan 的 descriptor 则平得多，就是一个线性的列表，一个一个资源的信息顺序往里填，全局从0开始。这样对顺序的分配就得跨越每一个 shader stage， 而且还得根据资源是 buffer 还是 texture， 用法是 structured buffer 还是 uniform buffer 还是 texel buffer， 做不同的处理，比较琐碎。当然，如果支持 mutable type descriptor buffer per stage descriptor set 这3个扩展，那就能和第三、第12一样处理 descriptor， 只是这3个扩展都支持的平台非常有限了，还是先不那么做。第二就是和 CUDA 交互的部分，之前我在第三、第12和 CUDA 之间拷贝，用这个方式来导入文理 CUDA Memory Copy 3D 来执行拷贝，结果在 Vulkan 上出了些问题，最后一块黑了。经过和各种不靠谱的粒子代码对比，发现 extent 的 depth 等于1的话，表示 3D 文理，0表示 2D 文理，这两者在第三 D 里不区分，所以导入没问题。但对 Vulkan 来说， 2D 和 3D 文理是2个不同的东西，得严格用 depth 等于0才行。但 CUDA Main Copy 3D 却得用 depth 等于1才能拷贝正确，这么 tricky。第二是第三、第12默认的文理都是独立分配的， Vulkan 则不是，所以这个 dedicated allocated 的 flag 得调整，漏了任何一处都会产生错误的结果。最后又回到 shader 的问题，虽然让 shader 在 Vulkan 里用，改动非常小，但还是要改2处才行。第一是 allow UAV condition， 这个 attribute 在第三、第12上需要标记，才能保证退出循环的条件不会被优化掉，而在 Vulkan 里，退出条件一定不会被优化掉，所以也没有这个标记。第二是 Y 方向，第三、第12的 clip space 是 Y 向上， Vulkan 则是 Y 向下，所以 VS 最后需要反一下 Y 的方向才行。这些都做好之后， Vulkan 后端就能跑起来了，也能生成一样的结果，速度也基本一样。这些就是我在增加 Vulkan 后端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下一期我们回到算法改进上来，一起来尝试能否用 Dino V2 加速 SFM。 欢迎继续收看，再见。 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